China is the most competitive market. 在过去的18个月里，宁德时代、CATL 和比亚迪持续强化其在低成本、高功率电池生产领域的领先地位，这迫使特斯拉重新评估其所有曾经赖以建立技术优势的底层假设。如今，铝离子电池正成为埃隆·马斯克应对挑战的关键武器。这种全新的化学体系有望实现极速充电、更低的运行温度以及更低的每千瓦时成本。这些数据似乎预示着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可能被终结。I don't really think about competitors. I just think about making the product as perfect as possible. 然而，埃隆在铝离子电池上的突然转向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这种新的化学体系又是否能在真实世界的严苛考验中站稳脚跟？例如，酷热与严寒的天气、日常的快速充电，以及美国司机经常遇到的长途驾驶需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察的关键方面。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之前，请务必订阅并开启通知铃，助力未来科技频道的订阅量突破2万。这个令人兴奋的目标一旦达成，我们将解锁下一期关于特斯拉隐藏原型车的深度系列内容。如果您现在订阅，将成为我们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一员。那么，铝离子电池究竟是如何对2026年中国可能形成的电池霸权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呢？这场颠覆性的变革源于化学体系本身。铝离子电池通过一种多电子反应机制实现能量的存储与释放，使其在每次循环中能够传输的电荷载体数量是当前锂电池的3倍。理论上，这预示着容量在45至55千瓦时的电池组的充电速度有望突破我们此前的认知极限。特斯拉在澳大利亚的研发合作伙伴进行的早期实验室测试显示，6至12安时的小型电池能够在短短10分钟内完成完整的充放电循环，并且峰值电流稳定的超过7500毫安时，同时未发生热失控现象。尽管这些小型电池的参数不能直接应用于整车电池组，但它们无疑为中国的磷酸铁锂供应商设定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新标准。除非他们彻底改造现有的生产体系，目前中国的电池供应链仍然高度依赖磷酸铁锂技术。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年产能均已超过320吉瓦时。这类电池的优势在于成本低廉且安全可靠，然而其能量密度已接近饱和，难以突破165至175瓦时每千克的量产瓶颈。而根据特斯拉的预测，铝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有望达到185至210瓦时每千克。一旦其铸造和电解液稳定化工艺实现大规模应用，即使实际数值接近下限，也能显著提升特斯拉在电池组整车重量以及加速性能方面的表现。这对于那些注重实际性能而非极致低价的电动汽车市场而言，将成为一个关键的竞争优势，而非仅仅追求最低的价格。然而，更关键的因素在于成本。铝作为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金属之一，过去1年的每吨价格维持在1900至2300美元的区间，这仅为高纯碳酸锂价格波动幅度的1/3。如果特斯拉能在2026年底前将其小型车阵容中40%的车型采用铝离子电池，那么到那时，每辆车的电池组材料成本就能削减400至700美元。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巨大，但在3万美元以下的细分市场，它将决定特斯拉能否击败那些定价极具竞争力的中国品牌。当然，任何化学体系都存在潜在的缺点。铝离子电池在高电流充电时升温更快，尤其是在容量低于50千瓦时的电池组中。当单体电池反复承受快速的离子充放电时，其内部电阻会急剧升高。这意味着特斯拉必须对其原本为锂电池组设计的热管理系统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真正的工程挑战正来源于此。据了解，马斯克团队正在低调地测试双向冷却板和可压缩热界面材料，目标是将铝离子电池的温度稳定控制在摄氏29至41度的狭窄范围内。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铝离子电池将不再仅仅是实验室的成果，更将成为制造领域的制胜武器，足以有效缓解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恰逢美国电动汽车市场迎来新一轮价格战，特斯拉能否以足够快的速度量产铝离子电池，以满足其2026年的产品线需求呢？铝离子电池的量产化远非简单的将新的化学体系植入现有的4680电池组。特斯拉现有的干法电极涂覆工艺是围绕锂基浆料设计的，这意味着铝离子需要完全不同的生产方法，包括更厚的阳极层、更快的电解液饱和以及无石墨结构，同时还需要更严格的湿度控制。内部简报显示，特斯拉正在筹备一条混合生产线，能够同时生产4680锂电池组和新型的4080铝离子电池组。更小的电池直径有助于缩短热传导路径，实现更快的冷却。这在峰值充电速率超
超过当前量产电动汽车时至关重要，即便经过重新设计，特斯拉的产能爬坡计划仍然远超其早期4680电池组的尝试。来自内华达州和上海供应商的消息透露，两地的试点生产线预计在2025年末的总产能将达到8至12吉瓦时，到2026年末将扩至38至45吉瓦时。按照换算规模，这一产能足以驱动75万至90万辆 Model 2级别的车型，但前提是特斯拉的良品率需要突破85%，而这正是该公司在4680电池投产前2年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马斯克当前的优势在于铝离子电池采用低温退火工艺和更快的电解液注入技术，使得单体电池的循环时间较锂电池缩短了近40%至55%。与锂电池相比，在数百万级的生产规模下，这种差异将直接转化为更高的产能和更低的单位资本支出。特斯拉将这项技术首先应用于紧凑型车领域，并非偶然。更小尺寸的45至55千瓦时铝离子电池组的极快充电速度，迫使特斯拉重新思考其超级充电站的峰值负载处理方案。如果标准的充电桩支持250千瓦的功率，新一代的铝离子充电可能会产生瞬间峰值，远超320至350千瓦，即使是入门级车型也是如此。这将把压力转移到充电基础设施上，需要配备新型电缆、液冷系统、升级整流器，并增强电网的缓冲能力。特斯拉在美国高流量超级充电站周边扩建自产 Mega 电池组的举措，暗示着其已经预见到了这些负荷，尤其是在电网老旧、无法承受数十辆 Model 2车主同时充电引发的突发性电压骤升的情况下。真正的未知数在于耐久性超过300千瓦的快速充电周期，对于每月需要多次长途驾驶的用户来说是一个挑战。300千瓦的快速充电周期引发了长途驾驶者的担忧，尤其是那些每月多次长途行驶、更注重可靠性而非纯粹速度的年长驾驶者。特斯拉的内部循环测试显示，铝离子电池在1800次高强度循环后仍能保持78%至82%的可用容量，而磷酸铁锂电池平均需要2500次循环才会跌破同样的阈值。尽管差异看似显著，但特斯拉认为铝离子电池是专门为缩短充电时间而设计的，这意味着在实际使用中，车主累积的应力循环速度会更慢。实际情况是，大多数车主仍然可以行驶28万至32万公里才会察觉到续航里程的显著下降。如果2026年铝离子电池取代锂电池，车主们将会感受到哪些实际的变化呢？对于大多数车主而言，最先察觉到的变化并非电池内部的化学成分，而是充电体验的颠覆性变革。目前，入门级电动汽车搭载的50至60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在高速充电站从10%充至80%，通常需要28至35分钟。而特斯拉计划将同等能量传输的铝离子电池的充电时间缩短至9至11分钟。这绝不仅仅是小幅的便利性升级，而是彻底改变了人们规划长途旅行的方式。人们不再需要等待一顿饭的时间，对于偏好短暂休息的50岁以上驾驶者来说，充电停靠点将自然地契合如厕或咖啡休息的时间。特斯拉始终致力于确保充电曲线在充电过程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在180至200千瓦时以上，而不是像锂基化学体系那样过早衰减。下一阶段的突破将来自于温度稳定性。铝离子电池在更窄的温度范围内工作，这迫使特斯拉集成更精密的热管理系统。早期原型采用了双层冷却板，内置微流体通道，可以在超快充电初期高效导出热量。即使在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电池组仍然能够保持低于41摄氏度的温度。这个阈值是铝离子电池加速退化的临界点。对于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或德克萨斯州等高温地区的驾驶者而言，这意味着首款紧凑型电动汽车在极端夏季热浪中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充电性能。特斯拉宣称，该系统在热负荷测试中较 Model 3传统的冷却气管峰值冷却效率提升了近20%，续航稳定性是另一个显著的差异。尽管铝离子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能不如长续航的锂镍电池，但其可预测的放电特性意味着在寒冷天气下的性能衰减更轻微。初步的冬季测试显示，在零下12摄氏度的环境下，铝离子电池组的效率衰减约为11%至14%，而大多数磷酸铁锂电池组在相同条件下衰减高达18%至25%。对于北方州或加拿大的通勤者而言，这意味着在寒冷的清晨，续航里程的意外损失将减少，冬季驾驶将更具可控性，加速性能也获得了间接的提升。由于铝离子电池组的重量更轻，特斯拉估算50千瓦时的铝离子电池组可以减轻8至12公斤的质量。
这减轻了驱动电机的负荷。在市区驾驶时，这种差异可能并不明显，但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即使减少几公斤的旋转惯量，也能提升效率和超车性能。特斯拉预计2026款 Model 2搭载铝离子电池后，0到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将缩短至6.1至6.5秒的区间，超越同等价位的中国进口车型，后者的加速时间通常在7.0至8.2秒的区间。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您认为特斯拉能否超越中国制造商，还是双方的差距已经难以弥补？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解。您的观点将影响我们后续的深度解析。如果您喜欢本期解析，请点赞视频、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铃，确保不会错过未来科技的最新动态。下期节目正在积极筹备中，敬请期待。